很多人以為銀行股最安全，但如果你仔細看2025年第4季度財報，你會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銀行賺錢的引擎其實正在慢慢熄火。標普最近給大馬銀行潑了冷水，2026年全馬銀行貸款增長大概率只有 4% 到 5%， 這是什麼概念？前2年還有 5.5%， 現在直接縮水。這一步只是數字掉了一點，這是在告訴你，大馬銀行靠瘋狂借錢給別人來換高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正式終結了。很多散戶現在的心態很奇怪，覺得只要股息夠高，手裡握着的就是定海神針。兄弟，你要知道，當增長引擎熄火的時候，那些所謂的高股息就只是一個煙霧彈而已。你以為你賺的是利息，那就錯了。因為2025年第4季度的財報其實已經透露一個趨勢，未來銀行股的勝負不再取決於誰貸款最多，而是誰更會分配資本。我們要直接翻開 Maybank CIMB 和 Public Bank 的賬本，我們要看清楚誰是在發真紅利，而誰又是在利用高股息掩蓋他家引擎已經冒煙的事實。不想在2026年贏了股息卻輸掉股價的，把這條視頻看下去。首先，我們必須先接受一個事實，大馬銀行的規模擴張故事已經講完了。根據最新的統計，截至2026年1月，大馬銀行業的貸款增長只有 4.6%。我是肉眼可見的窮，銀行業的貸款增長是肉眼可見的放緩。如果你再深入去研究，你會發現一個更關鍵的信號，真正利潤率較高，也最能反映企業活力的 Working Capital Loan 營運資本貸款正在持續降溫。為什麼這很重要？因為營運資本貸款就是企業經營的血液。如果企業連短期周轉的錢都不想借，說明什麼？說明他們對2026年的擴張非常謹慎。與其相信經濟會爆衝，不如相信牙醫和律師是朋友，對不对？過去10年，銀行股邏輯非常簡單，貸款越多，利息收入就會漲，股價自然越穩。但當增長鎖定在 4% 到 5%， 市場就不再看貸款量了，而是開始看 ROE 和資本效率。這時候就必須講一個關鍵指標 CET1 核心一級資本。簡單講， CET1 就是銀行質量最高的救命錢，面對金融危機時必須保留的最核心緩衝資金。如果 CET1 比率低於監管紅線，銀行不能派息，不能回購股票。接下來我們都把 CET1 稱為核心一級資本。在2026年7月1日之後，馬來西亞將正式實施 Basel III 信用風險新規。聽不懂沒關係，我給你比喻，以前銀行放出房貸，監管把房產風險權重算得高，鎖住的核心一級資本就多。新規後，優質房貸的風險權重下調了，相當於原本鎖死的錢突然被允許拿出來用了。這就是2026年銀行股最大的隱藏劇情。但是大馬銀行分兩派，一派像 Public Bank、Hang Bank、Alliance Bank 這種用標準法計算的銀行受益最直接，另一派是 Maybank、CIMB、RHB 這些使用內部評級法 IRB 的銀行，資本釋放節奏會比較慢。在目前經濟環境下，貸款增長有限，銀行大概率選第二條路，派發特別股息。Public Bank、Hang Bank、Alliance Bank 這3家銀行的資本釋放的爆發力更猛，所以未來銀行股的勝負不再只是貸款增長，而是一個新問題，誰能把資本用得最聰明？接下來我們逐一拆解 Maybank、CIMB 和 Public Bank 這3家銀行。首先我們直接看大馬散戶最愛的老虎 Maybank。很多人投資 Maybank 的理由只有一個穩，確實2025年全年淨利潤高達105億令吉，按年增長 4.2%， 這個數字看起來很漂亮。如果你是投資小白，你只需要看懂一個指標 Net Interest Margin (NIM) 簡單理解，這就是銀行的毛利率。2025第4季度 Maybank 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回升到 2.09%， 但問題是這個改善不是因為貸款增加，全年貸款增長只有 1.7%， 連自己設定的 3% 目標都沒達到。那利潤怎麼來的？答案其實寫在財報裡，這個 2.09% 是靠趕走客戶換回來的。Maybank 為了保住利潤，主動放棄了新加坡和印尼那些高成本的定期存款，說好聽就叫資產負債表優化，難聽點就是對要求高利息客戶說不好意思，門在那邊，慢走不送。這種做法保住了利潤，但同時也說明一件事，在 4% 到 5% 的低增長時代， Maybank 很難再靠規模擴張。再来看大家最關心的股息，2025年全年派息是63 cent， 派息率高達 72.4%， 每賺1塊錢就拿超過7毛錢分給股東。
剩下的利潤還要留着應付壞賬、監管、經濟波動等等。所以 Maybank 的定位其實非常清晰，它不是成長股，它是防守型現金流機器，它的貸款引擎在減速，你還要它在業績上給你驚喜，你叫你老板給你加薪還可能更實際。目前市場給 Maybank 的定價邏輯非常清晰，它就是大馬股市的大型避風港，外資進來市場動盪時，大家蜂擁買它躲風險，順便領個 5% 左右的 dividend yield。在2026年信貸環境可能惡化，不良貸款 NPL 預計升到 1.6% 的情況下， Maybank 可以是那個讓你在股市裡留着底褲的公司，但絕不是帶你衝過終點線的公司。接下來我们要看一家最近讓外資都點頭的銀行 CIMB。 為什麼最近機構開始重新看 CIMB？ 很多人還在研究它的海外擴張，但真正關鍵的其實是它在2025年3月推出的6年 Forward 30戰略和一份相當亮眼的2025第4季度財報裡。首先我們要看一個硬指標，2025全年淨利潤 RM78.6 億，按年增長了 1.7%。 你可能會想，才 1.7%， 人家 Maybank 都有 4.2%， 不用看了。但真正讓機構外資買單的是 CIMB 正在玩的一場華麗的資本減法。2025年11月 CIMB 創了大馬銀行業先例，宣布高達20億令吉的多年資本退還計劃，反映在財報裡就是你看到的每股7 cent 特別股息，全年總股息衝到 47.1 cent， Dividend payout 64%， Dividend yield 直接破 6%。 重點不是錢本身，重點是信號。20億的特別股息帶出了一個信號，在貸款增長只有 4% 到 5% 的時代，銀行不需要囤積過多資本，如果沒有高回報機會，就把錢還給股東。這種策略直接把 ROE 推到 11.3%。這也是為什麼市場開始重新給 CIMB 估值，它不再只是一個拼貸款規模的銀行，而是一個開始懂得資本分配的銀行。跟 Maybank 類似的情況， CIMB 也說他們要減少對高成本存款依賴，把資本重新扔到更高回報的地方，尤其是馬來西亞。目前馬來西亞業務的利潤貢獻佔比已從 57% 提升至 61%， 它的資金成本 Cost of Funds 因此下降了21個基點，這讓它在25年第4季度即使面對利息壓力， Net Interest Margin 依然能逆勢反彈2個基點，達到 2.1%。 有些散戶可能會擔心銀行把錢都分了，未來不增長了怎麼辦？兄弟，在增長寒冬裡，與其讓銀行拿着你的錢去亂投資，不如讓他把錢還給你。 CIMB 的邏輯就是，既然風還沒來，豬飛不起來，那我就先把盆裡的肉分了。總結來看， CIMB 是在利用分紅頻率來抵消增長降速，只要它能持續兌現那20億的退還承諾，它的估值就會持續被市場重估。如果你覺得 CIMB 的資本退還已經夠刺激了，那接下來的 Public Bank 可能會刷新你對隱藏紅包的認知。很多散戶看 Public Bank 都是一臉嫌棄， Dividend yield 才 4.8% 左右，隔壁 CIMB 都衝過 6% 了，這種股票給狗都不要。兄弟，你給我吧。機構投資者之所以願意給 Public Bank 更高的溢價，是因為他們看懂了這兩個王牌。第一個王牌是它的資產質量，專業術語叫 Gross Impaired Loans， 簡單理解就是借出去的錢裡有多少可能收不回來。2025第4季度財報顯示， Public Bank 的 GIL 只有 0.51%， 你要知道全馬銀行業的平均水平是 1.37%， 所以當其他銀行老板還在為壞賬掉頭髮， Public Bank 老板的頭髮是一根都不掉，別人壞賬一堆，虧到褲子都沒了， Public Bank 至少還能替你留着底褲。第二個王牌也是2026年全馬銀行業最大的隱藏大紅包。剛才說過，2026年7月1日開始，那些採用標準法的銀行就要開始實施 Basel III 信用風險的新規，還記得嗎？影片的開頭就有說過，大馬銀行分為2個陣營， Maybank、CIMB 這些巨頭用內部模型法，利好要等到2028年財報，而 Public Bank 採用的是標準法，7月1號過後就可以更快釋放資本。根據投行的研究，新規落地後， Public Bank 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預計將直接提升100個基點。100個基點是什麼概念？翻譯成人話就是原本國家銀行規定你必須鎖在金庫裡的死錢，因為風險權重重新計算，突然有 34.4 億變成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活錢。這筆錢不一定全部發成特別股息，但市場預期它會顯著提高未來分紅或回購的彈性。所以你明白為什麼外資在增長放緩的年代依然願意給它更高的估值了。
既然三巨頭的故事都講完了，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最殘酷的環節，看看這個 SME 貸款和 Working Capital Loan 的表現，這些很重要。因為2026年銀行業有一個最大的地雷就埋在這裡。根據最新的行業數據，大碼 SME 貸款的增長率已經跌至 5.1%， 創24個月新低。更令人不安的是，作為企業生存血液的 Working Capital Loans 按年增長只有 0.8%， 同樣創下近2年來的新低。我們這裡不談宏觀經濟好不好，我們只看數據背後的邏輯。Working Capital Loans 這麼疲軟，意味着企業主們已經不敢再借錢做周轉了。這不是需求弱，是他們在用行動對2026年的擴張計劃投反對票，不借了，怕還不起啊。你要知道 Working Capital Loans 是壞賬風險的先行指標，因為當企業因為缺乏營運資金而導致資金鏈斷裂時，下一步就是違約。根據最新的数據顯示， SME 的 Gross Impaired Loans 已經攀升至 2.96%， 是現在零售貸款的 GIL 的3倍左右。要知道 SME 一直是銀行最賺錢的貸款，但也是違約率最高的貸款。當貸款增速跌到24個月新低，壞賬率卻在爬升時，銀行利潤很可能會被波被侵蝕。現在誰的風險敞口最大？來看 Public Bank 和 Hang Leng Bank， 過去1年為了抵消房貸利率的競爭壓力，這2家銀行都在激進地向高收益的 SME 領域擴張。雖然目前 Public Bank 的資產質量依然頂尖，但如果 SME 寒冬持續，這種零售轉 SME 的銀行信用成本可能會超預期回升。相反的，像 AmBank 和 Alliance Bank 這種公認的 SME 專家，他們早就聞到雷的味道，在財報裡透露，為了 Business Banking 潛在風險，已經加高了撥備覆蓋。現在我們看一組關鍵的領先指標。很多人看到1月 SME 貸款批准率是 54%， 覺得這不就是歷史平均水平嗎？但你忽略了背後的真相，可怕的不是這個率，而是量。別忘了，剛剛有說過 SME 貸款增速已經跌到 5.1% 的24個月新低。接下來我們將把所有邏輯串聯起來，告訴你市場最終會如何給這些銀行定價，以及你應該如何做出判斷。在這種低增長時代，市場的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变，不再是誰貸款多誰就牛，而是誰會分錢誰就是爹。外資目前將大碼銀行視為分紅避風港，其核心競爭力就在於比鄰國同行更穩健的資產質量和更高的周息率潛力。 CIMB 已經率先搶跑，他通過主動瘦身和 2M20 億的資本退還計劃，成功拿到了 6% 的可持續周息率溢價，把自己變成了外資眼裡的分紅領頭羊。定價第2步，看市場已經反映了多少。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銀行好不好，而是價格已經反映了多少。如果你只盯着誰更會講故事，很容易買在股價高位的時候。這意味着什麼？市场其實已經提前給了 Public Bank 一個資產質量加資本釋放的溢價。而 CIMB 雖然最近漲了不少，但如果它的資本退還故事能繼續兌現，它的估值可能還有想象空間。市場定價的第3步就是從看 EPS 轉向看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 RWA 的效率。在低增速環境下，市場不獎勵靠多貸賺微薄利潤的老玩法，反而是獎勵那些資本瘦身高手。以 Public Bank 為例，市場现在定價的不是它 5% 的貸款增長，而是它在 Basel III 新規下預計可以釋放出約 RM34 億的閒置資金。當2026年7月1日 Basel III 落地，對於採用標準法的銀行，他們就可以正式釋放多餘資本。但注意一件事，資本釋放不等於一定派息。銀行拿到這筆錢有3個選擇： 1. 發特別股息， 2. 回購股票， 3. 增加貸款擴張。在目前這種貸款需求偏弱的環境下，第3個選項的概率其實不高。市場更關注的是前2個分紅和回購。所以2026年下半年，你真正要看的不是政策，而是管理層的資本分配態度。如果到時管理層以宏觀不確定或許保留資本以應對 SME 壞賬為借口扣下這筆錢，那麼市場目前給出的資本釋放溢價將瞬間坍塌，股價可能面臨劇烈回撤。說好做股東變成做房東。那講到這裡，很多人一定會問一個問題，銀行股現在到底還能不能買？我給你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框架。第一，看估值有沒有透支預期。第2，看管理層有沒有兌現能力。第3，看信用風險有沒有惡化。如果你買的是已經反映在股價的故事，而不是還能兌現的資本回報，那風險就會非常大。所以現在不是不能看银行股，而是一定要分清楚，你買的是穩定現金流、資本回報重估，還是單純賭情緒。所以結論很簡單，如果你要穩定現金流，可以配置像 Maybank 這樣的防守型銀行。如果你賭資本回報重估， CIMB 是進攻選手。如果你在等資本釋放加特別股息的兌現，
Public Bank 是一張期權。但如果你连這3點都沒有想清楚，那你不是在投資銀行股，你是在賭市場情緒。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不要吝嗇你的讚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也可以在這裡告訴我，有沒有哪家銀行你特別想深挖。如果有任何一家銀行的名字在底下留言超過10次，我就單獨做一集來講。我們下期見，拜。